望故乡，泪两行，短一缕柔肠。尘封过往，铭记昨日伤。天昏暗，夜苍茫，寻一道微光，铸造勋章，将前路照亮。逆风飞翔，野蛮疯长，我来捍卫我的信仰。听往事烟消，恩怨未了，一剑出鞘，地动山摇，怒火燃烧，灵魂咆哮，重返荣耀之上骄如果复仇太难的话，我们就放弃吧。或许，我们可以像没有来封命之前那样，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安稳地度过这一生。是我让你产生了不安之感吗？不是，是我离目标越近，反而没有了从前那般动力。我最近总是在想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因为越到最后，我们就失去的越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虑这件事的，好吗？不说这些了。你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我不应该说这些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不过方才我这心里还有一成你不会来的猜想。看来宗主对丁宁还是不够了解。不是我不了解你，实在是你跟那个人太像了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前面山洞的洞底就藏着续天神诀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这去的路途很长，而且还伴着置换的瘴气。
如何置换？或轻，或重。你应该还记得，琉璃引你们上山时所奏的曲子吧？琴声如剑，直入心神。若心生杂念，则会导致元气大乱，神志尽丧，最后落得走火入魔。这置换瘴气的功效，就犹如那琴声。不过琴声属于人为，还可以以功力抵抗。可这瘴气属于天然，极易进入体内，而导致心神大乱。难怪那些大人物都不愿意来此，原来是不敢直视自己内心的东西。丁宁，倘若你是个清心寡欲之人，我自然不会提醒你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，那就进去吧。丁宁，小姨，能不能快点儿？你们女人家就是磨叽。丁宁，你就叫我小姨。我们以后就要在这儿安家了。你这么担心他，刚才就应该留住他。对了，
这丁宁什么时候出现阳亢难返的？我认识他的时候便有了，想来是娘胎里带的隐疾吧。他真的会是梁静梦的传人？是。他可以说出梁静梦很多以前的事情。认识他这么久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，他就是九死残的传人。你放手！九死残？那他是九死残的传人，他会用九死残神功？风鸣的送神书案，你可听说过？就是丁宁做的。可是我分明记得，这九死残不会有传人的。
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有件事情，我想问你：为什么要带着丁宁和你一起向元武复仇呢？我初识丁宁时，他就与旁人不同。他的聪慧、谋略，甚至是见识，都远远超过他该有的。既然我选择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注定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向元武复仇的？从我们相识的那一日起，这条路就开始了。说起来真是可笑啊！我们两人在这里品茗，谈论的却是10年前的故人，而且这个故人还极其不招人喜欢。当年一战，他被恒王所害。其实真正让他绝望，并且放弃抵抗的，是叶真的背叛。金墨，叶真，只有你死，巴山弟子方可活。梁金梦，你对王上大不敬，你可知罪？想来也是可笑，他还曾经视他为生命。如果他不轻信叶真，就不会遭到恒王的算计，而巴山剑场就不会覆灭。为了一个女人，毁了整个巴山剑场。这样的德行，死不足惜。事已至此，
有些事情，他应该也是始料未及吧。是他冥顽不灵罢了。我当时就提醒过他，叶真这个女人的身份有问题，可是她呢？她完全听不进去。叶真是什么人呢？她是萧中俊派出的女子，是经历古生训练的狠辣杀手。他能对她付出真心吗？可惜了，我们这位剑手，愚忠又愚善呐。叶真带着使命而来，为了什么？这些年，萧中俊靠着王后的势力而起，我想，他一定是为了逐利而来。那便更可恨。梁静梦真心待他，他却背弃所爱之人。可是你怎么不说，元武背叛了他的兄弟？元武杀我全家，我自不敢忘。当年变法一事，我已劝下梁静梦收手，只是元武想借梁静梦之手杀姬景后。当年那些事情，恐怕早就已经分不清楚，到底是谁对谁错了。静梦，听说你的变法要开始实施了。王上允准了我的计划，但是大恒门阀旧权众多，这变法大计看来也是举步维艰呢。你的预判果然没错。你好像知道些什么？当然了，但是我要想想要不要告诉你。不要！你怎么这样啊？我知道消息以后，一刻不停地跑来告诉你。算，好，你说，我认真听。11侯联名弹劾巴山剑场，他们以公孙侯为首，以死相见，现在已经开始草拟文书了。这变法是为了让大恒的制度革新，可是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让大恒如何能崛起呢？当然了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你的变法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，他们自然要铲除你。我认为，既然11侯以公孙侯为首，那你不如拿他开刀。当真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自己事关大恒，罢了，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你有你的路要走。你说过，不适合自己的剑，就不用留在身边。
那不适合的人，就不用留在此处了。围起来！慢着，公孙姑娘，我这是在奉命行事。但凡侯爷肯配合，也不至于弄到今日兵戎相见。梁金梦，你口口声声说变法是为了大衡，为了百姓，可你现在的做法就是在置百姓于死地。风民权贵手握太多的资源，百姓唯有屈居人下讨生活。变法只是把这些资源重新分配到百姓的手上，何来置人于死地之说？你要我公孙家西街的布庄，东市的食坊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些商铺没有人管制，就等于荒废。商铺放手到市场，百姓自会取用，生意还是可以照做。我并不是在怀疑百姓的能力，只是各权贵侯府负责管制的不只是商铺生意。做生意讲究的是货源流通，侯府负责的是物资和人员，就好比朝廷一样，有监天司管理百姓，有神都监管理官员。各司的成立都有它的用意，以逼权贵们交出手中的权力，这其实并不难。但你从来没有考虑好百姓日后的下场，对吗？可是你又如何断定百姓无法管理这些营生呢？他们并不是不行，只是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国欲强，百姓为先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诚然如是，可你这般激进，旧制百废，新制未立，你这样下去，只会让大衡陷入混乱之中。国之向前，向来都是不破、不立、不舍、不得。我愿意支持你，但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为什么撤兵？不是说好了从公孙侯府开刀的吗？我听到了一番不同的见解，或许我之前的想法有待修缮。是公孙乾选吗？是。他告诉我，生意在于流通，欲速则不达。若快刀斩乱麻，遭殃的会是百姓。他是公孙家的人，是旧制的受益者，他自然会这么说。我相信他，而且眼下，我们的确是太过激进了。你是相信他，还是喜欢他？你怎么会这样问？我跟他之间是清白的。我知道你教他练剑，我教很多人练剑，可送九幽冥王剑的人只有他一个。公孙侯让我教他练剑，而且那把剑很适合他，仅此而已。金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既然我知道计划有错，我怎么可以将错就错呢？皇上说笑了，没有王上，哪来大衡的强大？又何来巴山剑场的梁金梦？我与金梦敬王上一杯。
小令有毒！你怎么样？如果当时我听进了你的话，上家、公孙家，还有巴山监察，都不会遭此变故。百里素雪，我是个罪人。当年的我是那么的刚愎自用、固执己见，你劝了我那么多次，我一次都没有听进去。这10万里的水，你喝了。这是我们云山所有灵脉汇聚的精华，3年方可提成1碗。你喝了也好，对你修炼虚天神诀有所帮助。多谢宗主还肯救我。倘若是10年前，我肯定不会救你。可是这些年，看到你的所作所为，你已经有所悔改。10年前，宗主，你方才还在直呼我百里素雪的名字来着。梁景梦。年纪轻轻，却有这般见识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猜测到，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天才，只不过是一点天赋，加上日积月累罢了。我还有一事要麻烦你。千雪尚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望你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问我为什么？你们2个人之间，若是说破了，怕是无法像现在这般相处。过去的事情，何必要问个清楚？保持现在的状态，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王上已经下旨，3日之后，处斩巴山旧捕林主景。这10年间，你不间断地求死，现在也算是得偿所愿。我不需要你来恭喜我，我只是觉得你到死都在被利用，有些可怜罢了。还不如早日说出孤山剑藏的下落，求个安生。虽然我现在的确很惨，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。现如今，元武和叶真用我来当诱饵，引他的传人出来，说与不说都不重要了。我答应，如果你提前交出孤山剑藏的秘密，我保证该来的人一个都不会来。是吗？看来我在这待了这么久，倒将你看走眼了。哼，你没看走眼，我依然是忠于一人做事。如此看来，那人定然不是元武。师父，徒儿来迟了。你的阳亢之体似有好转呐。师叔，师兄他似乎早知弥山之行，凶多吉少，在临走之前留下些东西，让我转交给你。无声回顾，英雄皆入喉，傲视天下，横跨春秋，一杯英雄酒。一世轮回，不负不悔，旧人难再归。回首江湖，发已衰败，不奢求能重来。